类似于灵酒丹这种丹药，李长寿其实还搞了其他几种，不过要慢慢的拿出来给师叔，一次性全给了反而不美。静心凝神，继续加强记忆。我一个反虚7级的弟子，总是出入道藏殿也不妥当，来一次最好就把我要用的东西全部记住。此刻开始，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复刻法器。中神州东北部，群山峻岭与近处，一座仙岛悬浮在群山之上，其上有数不清的楼台殿宇，白云环绕，仙音袅袅，一层层大阵将这座仙岛团团包裹，这才是大宗之大气象。此地是阐教道城金宫门，任阐教炼器士赤精子为祖师。赤精子修行于洞天福地太华山云霄洞，也曾来金宫门显露过行踪。此仙宗属于阐教苗正根红又实力强劲的10大仙宗之列。关于这一次三教源流大会，金宫门便是发起者之一。三教源流大会意在缓和阐结日益增多的矛盾。三清本是一家，盘古大神开天辟地陨落之后，元神化作太清老子、玉清元始、上清灵宝，号三友，这是道门一气化三清之典故。三友原本都住在昆仑山的小院中，后拜师红军，成了红军的3名亲传弟子，改玄门为道门，尊红军为道祖。但因收徒教徒的理念不同，元始天尊与灵宝天尊渐渐的有些不和。后来元始天尊数落灵宝天尊所收大弟子多宝，灵宝天尊一气之下搬去了南海之地。三清成盛时，元始天尊立阐教，意为阐明大道，教化众生，主张法不轻传，入门弟子需德福运兼备。灵宝天尊立截教，号通天教主，意在为众生截取一线生机，主张有教无类，入门弟子就是看顺眼就行了。老子立人教，隐于9天之上，参悟天地大道，主张清净无为，仅收徒1人，也就是玄都大法师。通天教主跟元始天尊的赌气，收徒差异就是阐结两教起矛盾的根源。但是三清情谊深厚，三教本自同源，截教和阐教根本上也属于道门，所以呢，就有大仙宗主动站出来，筹备这一次三教源流大会，意图三教重归于好。前来商议如何举办这一次大会的阐结两教仙宗，都是那些洪荒大户，而人教道成本来就只有5、6家，所以渡仙门也被拉来充数了。然而呢，这一次大会的筹备之事已经开始1年多的时间了，依然没有进入主题。九乌和其他2名渡仙门门内执事跟在2位长老的身后，天天就是见礼行礼，然后到处溜达会友，听高人讲道说法。这是筹备大会开始前的坐而论道环节，估计还要持续个3、5年呢。三教源流大会提前100年就开始筹备，当真是明智至极。这一夜，九呼不胜酒力，被2名金宫门的男弟子送回了住处。迷迷糊糊之间，九乌好像听到了蚊声。这里怎么会有蚊子？他随手拍了拍，蚊声悄然间消失不见。然而离着渡仙门所住的阁楼不远，便是金鳌岛众炼器士居住的阁楼之一。一缕血光离开了九屋的附近，悄无声息地破开了阁楼外围阵法，找到了在此地打坐修行的一名老道，金鳌岛元泽。元泽扭头看了看，心底略微有些狐疑，刚要用仙识探查周遭，
脖梗就微微疼了一下。瞬间渊泽老道浑身轻颤，垂头坐在那儿，似乎是在继续修行。一抹血光悄然间进入了渊泽老道的元神中，污了这老道的神魂与意志。片刻之后，渊泽老道轻轻呼了口气，无神的双目渐渐恢复神采，低声道：主人放心，属下以性命担保，此事定可攻城。万里之外，一处荒芜的密林中，文静道人静静地盘坐在一颗大石上，那张妖媚的面容上露出了少许迷人的微笑。算计这些天仙着实是太简单了一些。摆在这里？前位再挪3寸，阵基面南，入地6尺3寸。找好了。呀，嘿！九九出关3个月后，小琼峰丹房之外，3道身影正忙前忙后。李长寿指挥，灵和助威，九九则一心数用，负责压制大阵灵气，控制各处阵势起伏，校验阵基方位，再将炼制好的阵基用仙力包裹，缓缓埋入下方。这过程不能出丝毫差错。放完这只阵基，九九长长的呼了口气，靠着树干一阵轻喘。哇，还有多少？李长寿看见自己宝囊中，里面还有1/3，近60多只扩充阵法的阵基未曾安放。他要的只是9师叔帮忙安放的名义，以及九九对这一段帮忙的深刻记忆，也并非必须要他将所有的阵基都布置完全。实际上，这一次大部分已经安放的阵基都需要他稍后再去微调。还有3只了，辛苦师叔。听到还有3只，九九的眼底顿时写满了劫后余生。总算，哎呀，几个月了，快忙完了呀。一旁，灵娥从李长寿的表情当中看出了一点什么，顿时若有所思。师兄已经可以不用小师叔帮忙，就能布置阵法了。九九摸出了一只灵酒丹，嘎嘣几声，再次精神抖擞。一鼓作气，拿下他！喊了一句口号，九九再次跳了起来，赶往下一个埋阵基的地点。灵和理了理发梢，在旁边轻笑了一声，提着竹篮连忙跟了上去。小师叔，吃点水果歇息下吧。哎，还是小莲娥体贴，你师兄啊，只会让人给他干活。师兄也是为了我们小琼峰的安稳着想，辛苦小师叔啦，我给您捶捶肩。左边点。哎呦，好。哎呀，咱俩都是苦命的人啊。笑语声中，灵娥和九九在林间渐行渐远。李长寿漫步跟了上去，心底思忖着大阵运转之道，完善着连环阵的理论。又忙活了半日，日落时分，剩下的3座阵基也总算是安置妥当。九九浑然间变了一个人，精神亢奋，拉着灵娥，招呼着李长寿要去草屋中决一死战，斗大神。李长寿的心底轻轻叹了口气，此地的阵法还需要细细的修整一段时日，倒也不急于这一时。走出林间时，李长寿突然心血来潮，这是看脸面前一起蹦来跳去的师叔师妹，李长寿的右手缩回袖子中，立刻掐指推算，心底很快就有了一丝明悟。我送给九巫师伯的那只瓷瓶，丹药被取出来了。那瓷瓶自然不是普通的瓷瓶，本身就是能够储存仙丹、保存药性的法器。而李长寿在其上做了一些手脚，添加了2道禁制，放进去了一丝自己模拟出的灵石。只要这里面的丹药被取出来，心中立刻就会生出一缕感应。这是怎么回事？九巫师伯遇到了危险，
用了那枚辅仙灵魂丹，又或者是九无师伯将这枚丹药拿出来给旁人展示。当然也不能排除瓶子自己碎了的可能性。虽然师伯有些时候也不太靠谱，但是在外行事一向谨慎，不然门内也不可能将三教大会筹备这般需要小心谨慎不得罪人的活交给九无师伯。大概率是九无师伯那边出了问题，而中神州距离此地天高水远，我也无法立刻做什么。李长寿心底思量，立刻有了主意。九师叔，怎么了？快过来一起快活呀！李长寿咳了一声，面露正色，向前与九九说了几句话。听他说完，九九与灵和的面色顿时有些古怪。九九有些不敢置信地反问一句：真的？自然是真的。这个……九九禁不住眨了眨眼，抬手捏了捏自己薄薄的耳垂。这个……你昨天做梦到了我五师兄遇到了危险，他被7、8个身材壮硕如熊的狠人疯狂追杀。不错，李长寿正色道。今日我思前想后，总觉得有些放不下心。咱们炼气室冥冥中的感应，或许就有什么内涵。九九顿时皱起小眉头。可你这……要说五师兄那边遇到麻烦，做梦有感应，那也该是我四师姐呀。不过我如果做梦梦到，那也能解释得过去，毕竟五师兄一直待我如我兄父。你梦到我师兄，这算怎么回事？我与九无师伯也算是酒肉好友，互相引为知己。先不纠结这些细节了。九师师伯那边应该有跟九无师伯联络的方法。师叔，你可愿意信我一次？自然是信你的。九九一本正经地道了句。不然也不可能你扔过来什么咱都用嘴接着。灵儿在旁边扭过头去，知道师兄是在说正事，忍住没有笑出声。师叔，此事还请慎重对待。我极少做梦，有几次也是十分灵验的。九九略微有些犹豫。可因为你做梦就去打扰四师姐闭关，那行吧，我去试试喊醒四师姐。此事还请师叔言说，是你梦中所见。怎么？你还怕被骂不成？不是怕被骂，是容易被人误会什么。而且我确实不再想再引起门内的任何关注了。切，说的就跟人家稀罕盯着你看一样。我这就去喊四师姐，你们在这等我啊，回来一起斗大神。李长寿和灵娥同时答应，九九打了一个哈欠，坐着大葫芦飞天而去。九九刚走，灵娥就背着手凑了过来，用自己的纤细肩膀轻轻地撞了一下李长寿。师兄，真的假的？什么？做梦梦到九无师伯被几个大汉追杀呀？做梦自然是假的了。李长寿负手而立，眉目间流露着少许无奈，传声道：但是出事有可能是真的。回去收拾一下行囊，将自己有用的物件都随身携带。怎么了，师兄？以防万一。李长寿的双眼略微眯了一下，眼底有神光闪烁。凡事总要提前做好棘手准备。兰陵娥抿嘴眨眼，低头答应一声，匆匆跑去了自己草屋。李长寿扔下的这一颗石子，在渡仙门激起了千层浪。九九回了破天峰，找九师说了他梦到五师兄被一群壮汉追杀之事。九师虽然被扰了悟道，却并未有什么不悦，当着九九的面拿出与九无一同炼制的万里一线牵传信符。然而没有半点回音。九师先是一愣，随后便拿出了一面宝镜，
这个镜子名为同心宝镜，上面有九巫的心间血，催法便可以看到九巫此时所见之事，实乃检查道侣、提防侣内关系插足之必备良品但是九师连续催法几次，宝镜也毫无反应。这时的九师已经是有些慌了心神，连忙拉着九九去找自家的师尊求助。不过半个时辰，破天峰上已经是响起了急促的钟声。破天峰上突然出现了强悍的威压，一道包裹着青光的人影冲出护山大阵，朝着西方激射而去。稍顷，又有4道身影冲出护山大阵，面向四方站立。这4个人中有1人就是李长寿较为熟悉的忘情上人。与此同时，各峰之上出现了一缕缕天仙的气息，门内众长老已经是被惊动，刚才冲天而起飞向中神州方向的正是他们渡仙门的掌门。李长寿站在草屋前，仔细地感应了一阵，感觉到了金仙长生境特有的玄妙道律。渡仙门果然有金仙。金仙，长生之仙，自身之道已得了天道认可，若无灾祸，可伴道而生，长生不死。但是金仙境又是一个十分模糊的境界，金仙与金仙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本领天差地别。道境仅为基础，只是拿到了成为一名高手的传票，神通宝物才是决定金仙境战力的主要因素。自家掌门的金仙之境自是远远无法与大名鼎鼎的阐教12金仙相比，更何况阐教12金仙洪荒大舞台出道已经是在半个元会之前，而且当时也只是统称为12金仙。